带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艺人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还是很关心国际的讯息哦，因为确实看到现在整个世界一直在转哦，而且是非常的快速。我们就先来看到习近平这边外交有了新的布局。那这最新的状况就是西班牙国王睽违了18年再次的到了中国大陆。好，那双方当然会签订一些农产品跟文化领域的协定。好，我们就看到《环球时报》所报道说，这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将在成都先出席这个中西经贸的论坛，那随后就会前往北京跟中国大陆领导人来进行会晤。那双方也会签署一系列政治还有经济的合作协定。好，这是睽违18年。好，那王毅呢，他之前呢也在南韩济州有举行这个跟加拿大之间的一些双边的会晤所以他就讲说，这个有转折性的意义来进行会晤标志着中加关系在经历7年波折之后，进入一个正确发展的轨道。那中方愿同加方加强沟通，采取有效的行动，也要加快的恢复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好，那当然这个加拿大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并没有以往的好，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加拿大也必须要选另外一个国家来进行一些考量，或是市场上跟美国来进行匹敌？好，那当然王毅也跟挪威的外相来进行会谈那他说希望挪方能够延续积极稳定、务实理性的对陆政策，那双方要进行落实好两国的这个领导人重要的共识，坚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照顾对方重大关切，继续开放共赢，互相成就。那推动的就是一个迈上新的台阶，取得一个新的成果。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中国大陆跟很多国家现在都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些合作，或者是双边的会谈、会晤等等的。好，但是呢，这看在川普眼里有人说很像酸葡萄的心理发酵，也就是他说很多盟国称不上朋友啦，因为你们从我们这边美国这边获得好处根本比中国还要多。好，所以就说这个因为看到很多的朋友慢慢的分崩离析往中国大陆这边跑了，所以川普现在有一些情绪不满的表达。好，那要看到美中贸易战现在川普到底手上还剩几张牌呢？好，在博弈之间就是必须要看手上的王牌跟底牌。我们来看第一任期他有4张牌，就是南海政治牌、军事围堵牌、价值联盟制裁牌、关税贸易牌，抱歉是5张，还有一个是科技战。好，但是第二任期也就是8年之后，我们看到了他好多牌都不能用了，尤其前3张现在看起来完全不好。好，那第4个的关税贸易战牌呢，也没有8年前的效益。那现在他唯一可以打的真的只有科技战，但是科技战就是一个七伤拳打出去之后，可能中美之间会两败俱伤。好，不是有句话说吗？一觉起来之后，世界都不一样了。8年之后，世界当然也不一样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川普1.0时代的中国了。好，那北京的心思也曝光美中休兵是不是一个假象呢？习近平现在看起来是用耐力在胜这个川普。那这是中美贸易交锋看似休兵，实际上可能是暗潮汹涌。因为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指出北京虽然收回了部分措施，但仍然保留4月推出的出口管制框架，那要维持可控的战略姿态。习近平压住战略措施比美国总统川普还要持久，所以暂时的休战只是为了累积更多的筹码。所以谈美中关系，王毅也说力争稳定反霸权。那美企则认为说，这互利共赢才是美中关系的本质啊。所以美国企仍然是积极的参与中国的市场，那视进博会为一个开拓商机跟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那就是展现了互利共赢的实质行动。毕竟商人还是商人对于政治的部分还是希望少碰我为妙还是要以赚钱为目的。但问题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出口限制也是对美国造成影响。
所以呢，中国对某些关键矿物实施的出口管制哦，即使美国宣称对中国进口依赖程度不如外界宣传的这么高，但其实还是可能使美国的 GDP 每年减少是至少超过10亿美元，所以他们对印度的铁矿石需求也是增加的。那法国智库的学者也认为说，中国是借由稀土的管制来握住外交的筹码跟产业的情资。那 BBC 这边也有在报道说，这个根据最新的年度数据，美国其实已经悄悄的超越了中国，成为了非洲最大在外国直接的投资国家。好，那2023年美国在非洲的投资额其实是78亿美元，那中国的投资额是40亿美元。那这是2012年以来美国首次重新夺回了领先的地位。那他们当然就是锁定的是稀土的矿产希望不要让中国在这个世界当中限制了他们能够拿到这个稀土的部分。但我们也知道稀土其实技术的部分才是最关键的，所以美国在这部分还要再努力。好，那美国在非的投资超过中国大陆有专家认为说，别指望从美国人那里得到好处这是纳米比亚经济学家塞波，他认为说，非洲国家在与美国的这个实质谈判时必须要坚定自己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因为不能指望要从美国那边得到任何的好处毕竟美国也是一个功利主义国家，他当然是为自己想好，那当然我们还是看到现在习近平整个外交大布局，然后再加上美中之间的这个角力战还是持续。看来现在大家还是认为美中之间是一个休兵，而不是真正的据点。我们先问顺峰委员，这样子应该像韩战停止结束前的上纲领战役因为双方都知道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才有办法在谈判桌上赢得胜利。所以美国就在那个时候发起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攻击，动用了3000架次的飞机，180辆坦克车，那么300万门的火炮，在3.7平方公里的地方猛烈的展开了攻击。中国大陆也在那里撑住了。43天的战争里面呢，双方59次的来来回回打到最后呢，美国终于决定营以上的兵力不能再投入了，只能小兵力，因为打不赢。那结果呢，当然战争就算结束了，那韩战呢也就被逼来停战。那从这里面呢看到一个事情，美国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有没有打赢？没有，他很不甘心的撤退了。中国大陆挺住了，有没有赢？当然没有赢那是很可怕的惨胜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我用这个例子就告诉各位说，现在中美的这一个呢商贸战，就像这一场上纲领战争一样美国打到最后呢，实在打不下去了，心不甘情不愿的撤退。中国大陆呢也松了一口气了，因为也伤筋带骨，所以中美双方应该这时候真正的和解了，因为双方谁也打不下谁，所以斗而不破这几个字可能是未来真正的斗而不破，因为不能破，不会破，也不可以破。这个呢是一个新的格局产生了，美国很清楚，中国大陆也很明白。从这里呢，为什么后面的剩下的科技战呢？那中国大陆到底还有没有本事可以打这场科技战？那么最近的《纽约时报》他们做了一篇的报道，他用那个 Web of Science 就是全世界里面呢这个全球同行的评审研究机构的里面的一个资料，发现了一些事跟大家报告一下。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这样提在全世界里面，他们把它统合64个关键的技术，在各个大学里面的研究成果的排名那么这个排名呢，在64项里面，中国大陆的大学里面有57项占世界第1位。美国呢，那就不用讲了，64项里面50项占第1位，它怎么可能呢？那再来看看呢，就是说哈佛这个 MIT 是最好的一个科技大学了。科技大这个里面呢，它在这些里面，它有68项呢，是在前10名以内，它只有2项是世界第1。可是呢，北大跟清华呢是29项在全世界的10名以内。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叫做
中国科学院。这个中国科学院里面呢，它更厉害了。这中国科学院里面呢，它居然有28项一个学院哦，占了全世界的第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57项里面呢，这一个中国科学院占的比例这么高，这样子所累积出来的经济实力啊，这科技力量呢，那再加上它的产业链，再加上它的制造力啊，所以科技战美国大概也没有办法再吃多大的红利了。好，谢大使怎么看？这个西班牙的国王啊，他是这个不太常来亚洲国家，而他上一次到中国大陆访问好像也有18年之前之久了哈。那不过最近几年啊，西班牙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跟中国大陆关系非常密切。那么过去3年，这个西班牙的首相啊，桑切斯啊，每一年都去大陆访问一次。那今年他也4月多了，也刚去中国大陆访问。所以呢，就这个双边关系来讲，西班牙今年除了他的政府的首脑，这个首相啊到中国大陆访问，那么他的国家的元首，西班牙国王也到中国大陆访问，这个其实在外交上是比较少见的啊。同时，政府的首脑跟国家的元首好同时到一个国家访问，那么这个显示就是中国大陆跟西班牙关系非常的密切。当然，西班牙它跟中国大陆这个关系啊，是建立在相互都有彼此的一个共识跟一个相互互利的基础上。因为现在的政府桑切斯他的政府是属于工人社会党，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政治光谱上，跟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政党是比较相近的。所以我想双方在价值跟这个很多对这个事务内外事务看法有比较多的共同性，所以呢，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西班牙这个国家是世界上目前仅存的少有建立过大帝国的国家。我们说这个英国有这个大英帝国，西班牙有它西班牙的帝国，那么它的辉煌程度绝对不亚于大英帝国。那么你现在走到世界上，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可能是世界的讲同一个语言的国家数最多的尤其到中南美一带，全部都是西班牙语那所以西班牙它这个国家，它有大国的这个历史传统，跟大国的一个怎么样视野。那它当然看中国大陆，它的看角度跟那些欧洲的那种小国就完全不一样，它就有这种大的战略观，而且呢，他也知道跟大国的交往对他本身是很重要的。那事实上的话，在过去这个我刚刚讲他的首相桑切斯连续3年去中国大陆访问事实上他的收获也蛮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电池工厂宁德时代已经在西班牙已经设厂了。那么还有中国大陆做这个几个这个绿电的这些大厂也到了西班牙。所以西班牙从中国方面得到了很多重要国际大厂的投资，而最近也在这个也有报道说，这个比亚迪，也就是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公司那么它可能正在把它的第3个欧洲工厂，比亚迪现在在欧洲已经有2个厂，第3个欧洲工厂可能就要设在西班牙。那我想就是说，西班牙政府很知道。这个商业关系如果有政治关系作为它的这个后盾，或者作为它的基础的话，这个商业关系就很好发展。那我想就是说，中国作为现在中国大陆作为现在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经济体，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那么跟西班牙如果说能够采取这个互惠的合作的话，西班牙受力很大。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西班牙的国王到中国大陆访问一定会受到中国大陆蛮高的礼遇。他先到成都去参加一个中国跟西班牙的一个经济界的高峰论坛，他参观他再飞到北京。那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很会在欧洲国家里面选择发展关系的对象，因为这个关系如果发展的非常的成功的话，它会对现在的其他的欧洲的国家比较大、比较有国际性发展潜力跟这个野心的国家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好，有一种合纵连横的意味，要各个击破，所以先找出了这个西班牙这个国家。好，这个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啊，西班牙的国王他先到了成都，那刚刚大使已经讲了，他要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那其实还有后面的他还有后面的活动，也就是说，他其实呢，他还要去参加他的总领事馆，因为他那个是一个在成都所建立最新的一个领事馆的部分，那他要去哦。那而且呢，四川航空，那现在呢，他那个建构了从四川直接飞往马德里的一个直航的航线呢。那其实呢，它也就是因此种种原因加总起来，他先到了成都。那接下来呢，其实他的随行当然那个人数很多啊，但是最重要的有3员：第一个外交大臣，那这个不言可喻；第二个经济部长；第三个工业国务秘书，也就是其实是衔命要来推广西班牙在中国大陆的商业活动。那到底有什么商业活动呢？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啊，也就是伊比利猪的部分啊。那这伊比利猪呢，其实啊，我们就讲今年1到7月来讲的话，那西班牙对于大陆的出口增加了8%，然后达到7亿欧元啊。那这个数量不能说不多，怎么说呢？也就是同期我们看到那个它同期出口的68.2万吨的这个猪，一半来自一半来自于西班牙。所以其实西班牙看中了就是中国的市场，那甚至他们的一个工会代表还说确实在这个猪肉的市场上面，西班牙是依靠这个中国大陆的，那而且呢，他们找不到比国王还要再好的一个代言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从大使讲到有关于比亚迪跟宁德时代，还有我现在讲到的伊比利猪的部分啊，也就是大家互相需要，所以那新华社才会用双向奔赴来形容这么一件事情。可是讲到非洲啊，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数据啊，其实呢，我们讲到说那个数据看起来这一次好像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扭转，可是我直接来看啊，如果来看这一张图，这是去年的9月5日那个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的一个会议啊。那我们来看，其实从2013年开始，中国大陆也就是红色的部分，它对于非洲的投资额其实是多的，只有在2023年，也就是前年的时候造成了反转。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总量是多少？你一次，那之前也有很多次啊，那个投资的比较多。那我们来看啊，如果看总量的话，最重要的一句，也就是2013到2018年的时候，中国援外的45%全部到了非洲，所以非洲自然很清楚谁是朋友，谁只是来掠夺矿产。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带大家把镜头转到南亚来看，现在南亚蛮多是非，而且真的是多事之秋。先看到整个陷入一个恐攻的氛围。那第一个看到的地区就是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呢在首都这边有自杀炸弹酿12死，所以您可以看到这画面上就是这个状况。好，那它是伊斯兰马巴德的一栋法院大楼外在11号下午忽然发生了爆炸，造成至少是12人死亡，那超过20人受伤。那巴基斯坦的神学士这边就直接说，这个发生在伊斯兰马巴德的自杀爆炸袭击他要来负责。那除非这个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在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要落实伊斯兰法，否则就会发动更多的袭击，那直到目的达成为止。好，他这句话的延伸解读就是，他恐怕还会有更多的恐攻，
就是在胁迫政府，你一定要落实我们的伊斯兰法。好，那这样就会让很多的民众相当的担心。好，那这导致了12人死亡哦，所以这个巴基斯坦的防长说正处于一个战争的状态哦，所以巴基斯坦现在的情况非常的不 OK。那另外还有孟加拉这边呢，则也是遭遇到炸弹的攻击哦。这是孟加拉宣布在大选前夕哦，这个达卡于11月10号跟11号遭遇一系列的爆炸，还有这个纵火的攻击。您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哇，屋顶已经是整个被烧的只剩骨架了齁。好，那这个跟临时政府领导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有关联的这个格莱敏银行总部以及学生领导的全国公民党的办公室都被袭击了。好，那除了这个孟加拉之外，还有就是大家很关注的印度因为印度的首都也遭遇到了汽车炸弹也酿成了13死。那现在警方也正循着反恐的方向来进行调查，而且有锁定的汽车司机身份，说他是来自北部克什米尔分离主义地区的医生。那跟这件事情发生前几个小时一宗大型的爆炸物案件可能有关系，所以初步相信是自杀式的袭击。那因为在印度的首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所以莫迪也被惊动了，他就直接说一定要彻查这一起的阴谋，幕后的黑手绝对无法逍遥法外，所有的为此负责的人都必须要绳之以法。好，那确实现在整个南亚的氛围感觉是比较纷乱的，而且也比较危险的。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去这些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但是我们讲到了印度大家就想到了川普，因为最近川普跟印度的关系好像渐渐的有在春暖花开吗？虽然已经要进入冬天了。好，因为呢，川普用了这个外交的关税的外交所以他是不是也对莫迪采取是两面手法呢？川普最新是说，印度你真的是很厉害的谈判对手我们终于要拿到一个公平的贸易协议。过去的贸易协议太不公平了。好，那这个不公平还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呢？好，那当然他也跟这个美国、印度说友谊非常重要所以也宣示说这个任命美国新驻的印度大使戈尔。好，他说这戈尔首要之务就是包含促进对美关键的产业投资提高美国能源出口，以及扩大安全合作，还有强化美印战略伙伴的关系。所以看起来跟印度、美国之间在关税上面应该也会有一些调降那就看什么时候有什么样具体的做法。好，但问题就是交付印度的武器却有一些状况。我们看到原定交付给印度有3架的阿帕奇直升机，好，那它在英国停留数天之后，其实又返回了美国。好，这3架的直升机被拖走，旋翼就被拆除了。那大家就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波音就说，其实正在调查导致运输中断的后勤问题。那大家就一头雾水到底是出现什么状况后勤问题的这个东西也太模糊了所以还是要看后续的调查具体的事项是什么。但是川普很开心因为现在泰国扩大了免税进口100万吨的美国玉米他是决定要把饲料玉米年度的进口配额从目前的54700吨提高到100万吨，非常的高那同时要将现有配额内的20%关税直接降到0。好，所以川普非常开心。那另外之前不是也说吗？瑞士的这个39%关税也有望调降原来是因为这个执行长比政客有本事，劳力士还有卡地尔的高层到了白宫来游说川普那拿到了什么呢？川普拿到了刻有他名字的金条。结果呢，瑞士跟美国接近达成了贸易协议。所以刻在你心里的名字不重要，要刻在金条上的名字才是架杠的第1名好，我们先看到整个南亚氛围很这个危急。我们先问介大使。对，南亚其实它就是一个多事的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因为民族复杂，宗教复杂，然后呢地理的这个也非常的复杂，所以呢各种不同的宗教原因或者民族原因或者这个地理分布的问题所以它的冲突是冲突不断。不过这里面要先讲印度的话，这个怪印度本身的这个它对于境内的宗教少数、民族少数或者偏远地区，它的这个治理的方法是必定会制造出来问题的。
比如说印度，它现在有2亿的这个是回教徒，这些回教徒在各地都受到印度教徒的歧视，甚至都压迫，所以这个回教徒常常起事。这一次在这个首都新德里，因为他遮掩不住了，因为首都是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大家都知道，他得去面对它。印度其他的地方这么大一个国土，可以说天天到处都有什么，都有这种恐攻、暴弄、暴乱。原因是什么？我刚回来，是印度的统治问题。那这个先讲这一次的这个在新德里恐攻，他们现在查出来是所谓喀什米尔的一个医生，对不对？他是什么？他就是等于说，对于印度在喀什米尔的统治，它是一种抗议。喀什米尔是从来就不属于印度的，它是被印度强占的。印度独立以后，他就说大英帝国曾经统治的都是我英国的，可是印度过去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是一个小邦邻的国家。尤其喀什米尔这些国家，长久以来，它跟中国的关系比跟印度的关系还要近。然后呢，它是一个回教的一个国家。那可是它很奇怪，它这喀什米尔有一个地方就印属的地方，它那个大公是属于印度教的，所以它是少数在统治多数。那过去也不是属于印度这个国家的，它是被英国人征服以后，那失去它的独立属性。那可是印度掌管的这个国家的命运，跟它在所有地方的做法一样，就是大量的印度教的人，还有印度人去把它移进到这个居民，让你原住民变成少数。这就是印度这个政府的统治的方法，而且造成不断的冲突的原因。哇，这真的是很难解的问题哦。好，刚才不是讲到刻在金条上名字才是正解哦。这个盛丰委员笑了一下，盛丰委员，这个时候是川普的性格，是对，也就是说，他可以卖掉国家一吨的钢，只要他拿回一根针属于他就可以了。你不觉得他的做法是这样？就是说他在各个场合里面，他听到人家对他的赞美啊，他就懵了。然后呢，美国拿到了多少，那可能就不是那么在意了。他这个性格也慢慢被全世界抓到了，就是说我只要给你一根针，那我可以从你身上拿回一吨钢。这就是今天川普被人家看透的性格之一啊。因为或许大家过去对他这一点并不了解，现在可能呢已经是非常的了解。那再看印度，印度就是一个高关税的国家。印度的关税大概是全世界号称在发展中进步中的国家里面关税最高、关税比例最大的。偏向美国这次惩罚很多的国家里面，印度是最该被惩罚的。平常先讲啊，可是呢，美国也是很3-8的惩罚。这最后搞他理由说，你不可以买俄罗斯的油，你买俄罗斯我就惩罚你。人家去买哪里的油，跟你用关税的惩罚是两回事。你可以好好谈谈印度的关税。印度的关税对全世界，不只是对美国，对全世界是很不公平的。印度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我们来看看这南亚里面的这3个同时发生的恐怖攻击，我们可以讲是偶然，但是呢，在印度是必然，在孟加拉应该是内战，而不是一般宗教或者是种族的恐攻。那么呢，在这个哪里呢？在巴基斯坦。基本上这也是一个长期以来一个回教跟回教之间内部的一个问题。可是印度不一样啊，印度不是宗教之间的冲突，种族之间的冲突。第一个锡克教啊，各位只要看印度人绑那个头巾的叫锡克教。锡克教上次的反印度的人在加拿大被暗杀了，照着加拿大总理对他的抗议嘛，大家记忆都还犹新。别忘了那个甘地夫人就被他2个锡克教的这一个卫士啊，把他给枪毙的，把他给击毙的。锡克教当时在马德里啊，也给了印度很难堪的一个，就攻击了当时印度最好的这个5星级的旅馆。结果印度的所有的特种部队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搞得全世界都傻眼。是怎么有那么迟缓的一个动作呢？不只是锡克教，克什米尔的问题是这一次的主要的发动者，还有呢伊斯兰的问题。所以这个恐攻在印度是必然，因为他的统治的方式。可是在其他的国家应该是偶然胜于他的必然。好，舰长怎么看？
从2021年到2024年啊，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这一个原油啊，成长了19倍。那从原来的10万桶应该是他们自己需要用的，可是现在进口多少？190万桶啊，也就是其他的180万桶他在炼解之后通通卖出去发大财。但是川普对于这很生气啊，也就是他认为印度不断的在资助俄罗斯，让俄罗斯可以继续的在俄乌战场上跟乌克兰打下去，所以科了他50%的关税。那但是为什么现在感觉上面好像要融冰了呢？其实我们讲到在南亚的一个地缘政治上面，美国是非常非常需要印度的。那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也就是从川普他现在对于莫迪的形容啊，他说莫迪是一位伟人。你看川普果然是能屈能伸啊。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印度洋。因为印度洋呢，从2013年开始，如果按照智库 Jamestown 的一个研究发现啊，2013年开始，中国大陆无论是商级的核动力潜舰，或者是这个原级的宋级的039的潜舰，就已经进入这个印度洋，而且呢，在2014年开始配合着这个亚丁湾护航一起前往那个印度洋，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它对于印度是非常在意的。那所以它建立了一个什么？它建立一个叫做海洋领域感知的部分。那海洋领域感知，简单的来讲啊，也就是空中的，无论是这一个我们看到的RQ4，或者是我们看到的海上巡逻机，那都对于海洋里面到底部署的什么样的潜舰，是不是有通过，它都进行的很深度的一个探扫，然后透过卫星进行传递啊。那我们如果看下面这边的话呢，也就是它一开始这一个海洋领域感知针对的也就是 IOR 地区， IOR 也就是印度洋啊。那印度洋我们也就是这一个区域，那他当初谈的是什么？也就是第一个在沿海地区啊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第二个呢，他讲的就是哪些形式上的海上合作应该是重点。那这个包含了那个空中，当然也包含了水下，这一个才是美国要急于的降低税率，把印度拉回身边的主要原因。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自从川普2.0来亚洲行之后，大家就很关心美日之间的这个状态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哦，这个赫格塞斯，也就是美国的战争部长，他就有了一个新的说法，他说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正在迅速的提升军事实力，所以我们美国必须要来采取行动，要应对潜在的冲突风险。所以他呼吁哦，国防体系要加速的转型，然后呢，推动国防工业进入一个战时的状态，要加速武器跟装备的生产，维持军事的这个优势。好，那这要花多少钱呢？大概说要1兆美元哦。有人认为非常的浪费哦，说五角大厦根本是挥霍无度啊。好，那当然什么都要有成本嘛。那美国也希望CP 值高，所以要有低成本高效能。那美国就开发了空对空的飞弹那说牺牲性能换成本低于50万美元那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空军他们发布一个市场征求的公告，他们只说美国政府已经确定需要开发、采购跟整合低成本空对空的能力，那作为未来经济型大规模弹药组合的一部分。那这一项反空袭飞弹的要求，飞弹的造价要不超过50万美元，而且年产量至少可以达到
1000枚。好，那就要看这个有没有人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好，但是现在呢，因为美日之间之前有一个坚毅之龙的联合军演，但是在结束之后就发现说，美军其实没有撤走演习期间部署的提风中程飞弹的发射系统。好，那这个呢，其实搭载的就是长程弹道导弹的射程，那不仅覆盖了朝鲜半岛的全境，还威胁到了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而且还有多数的中国沿海地区。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提风系统如果持续的留在日本，恐怕这周边国家要跳脚了。好，那日本这边是不是也跟美国越走越近？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之前在川普旁边这个转圈圈的样子，像小女孩一样。好，有人批评，也有人赞美，但是呢，现在有人觉得说，日本共产党质询说，你这个国防预算提太高了吧？这个提到 GDP 的3.5%，他这个共产党的主席对于高市政府非常的气愤，他说这件事情不太对吧？好，然后呢，他说不可能吧，我希望你明确表态一下。好，高市就说，美国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数字，你突然说 GDP 3.5%，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说日本要自主的建立必要的防卫实力拥有威胁的力量，才能保护国民跟重要的领土，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好，不过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号的牛弹琴也特别有批评一下这个高市，他说他是政坛极品。好，这个极品不是那个极品他的政坛极品在对岸的用语来说是令人讨厌的人好，说中日建交以来从来没有一个首相像高市早苗一样，上任不到3周就2度的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好，确实现在这个中方跟日方的关系蛮紧张的。那这件事情也问到了川普。好，川普他是回避来评论，他是接受福斯新闻专访，也问到了这个中国大陆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健就是威胁斩首高市早苗的煽动性言论的时候，他拒绝正面回应，也没有对北京来表态批评。好，所以显示他蛮重视中国大陆跟美国的经贸利益，避免刺激中国大陆。好，毕竟他明年4月还要去中国大陆一趟，现在真的是不变应万变。那我们要看到解放军持续在秀肌肉最新看到的是玄龙08这个首披露所以看到2025年11月11号是中国的空军成立76周年，好，空军就推出了主题为电影叫做《梦远》。好，当中里头就有一架名为玄龙08的大型飞行器，好，跟歼20等2架战机组成了3机编队来协同作战。那这是中国空军有人跟无人协同画面首次的亮相。所以可以看到，解放军报有讲说，这个协同作战就是未来无人作战最具运用价值的作战模式。平台无人，体系有人，无人先导，还有人机一体他们认为这是智能化作战的鲜明特征。好，那当然也加速无人化的海战。现在看到了一个新的，就是迷你航母首度海上来进行实测。好，我们之前不是很关注这个福建号吗？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部分就是传统航母1/10大小的试验舰也悄然完成了首次海上的实战测试。所以中国大陆正在推进无人化海战的发展策略。好，那这一艘迷你航母的试验主要有3项任务。那当然第一个就是测试无人机在海上环境的自动起降跟通信的稳定，还有群风作战、蜂群作战的指挥平台，模拟多架无人机侦察、稳定与干扰、攻击跟干扰，还有模拟这个敌方饱和攻击，要提升舰队的防空能力。哇，确实蛮厉害的，正在这个秀肌肉。所以我们要先问到的是，大使怎么看美国这边现在要用1兆美元来进行战时状态？对，川普的这个国防计划就是要把美国的国防提升到另外一个新的境界。他讲的这个精盾把美国搞成金钟罩这个刀枪不入那都要花大钱的。另外，他也要打造很多这些比如说他对于6代机，那么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的造舰能力，那他都有很多的维持也有很多的期盼。那这些都要花钱的，因为美国的军力本来就已经非常庞大了，海外的基地又多，它本身就要花费很多钱。那过去因为打的都是比较怎么样传统性的战争，
所以它在武器的更新上面、换代上是有点落后。那你比如说你在伊拉克，你在这个阿富汗打的战争，那都是搞什么？搞这些标枪飞弹啊，搞这些什么啊？这些短距离的这种在这种山地地方作战或者沙漠特殊地形作战，这个跟现阶段，比如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种武器的发展来讲，就有不同了。所以美国经过一段时间来，现在突然发觉它在军事装备上有些部分已经落后了。那么它的整个海军的舰艇，你要跟中国大陆的055大区来比的话，动辄就是100多个垂发单位啊。那这个是美国海军它的这个装备上已经严重落后，所以它需要花大钱。那而且美国的这个军火工业又非常的腐败。那一个垃圾桶几千块美金，一张椅子几万块钱美金，那这也都被查出来了。川普事实上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他有一次美国这个波音公司打电话给他，老板打电话给他，要他买一种飞机，结果报了一个价，川普说你这个价怎么这么贵，你能不能便宜一点？这个波音的老板就回去想说可以便宜，结果呢，川普说我随便一杀了他几十亿美金。可见这些公司都在乱报价。那不过即使是如此的话，川普这个计划还是要花大钱。所以呢，这个也不能说川普是在浪费，而是说美国现在如果要维持他现在国际的这个军事影响力的话，那么他需要投资很大，而且他又是所谓的全球性的打击部队，他要有全球的投射能力，这个都是一般国家做不到的，要花很多钱。另外我再提一下，就是川普对于高市早苗的讲法事实上，川普在10月10号接受这个福斯新闻的访问的时候，福斯新闻的记者就问他，想听一下川普对日本的高市首相对介入台海战争的论点有什么看法？川普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事实上很多美国的盟友其实不是美国的朋友，然后他还继续说，美国的盟友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比中国占的更多。所以这个问题他是用这样子来回答的。那没有人晓得他为什么这样想，不过显然他是不愿意替高市早苗的这个说法做背书了。好，舰长怎么看？我们从93阅兵看到这个福建舰的入列服役，那我们在昨天看到的，也就是以往我们称之叫做攻击11，那现在我们看到它真正的名字叫做玄龙那其实这一些方方面面的无论是从传统武器到核武，其实展现的也就是解放军，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威慑能力那这个如果大家来不及去看梦远的话就是梦想很远，可是中国大陆已经即将抵达。那我们看到的，如果大家来不及看，我直接看我这个图，重点也出来了那也就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也就是它这一架，也就是攻击11它从机库里头出来。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俯视图。那下面这张呢，是我们看到它的正视图，跟我们在2019年第一次看到攻击11的状况一模一样。那刚刚呢，其实我们从现在旁边的 CG 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这3型机在一起。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讲攻击11，这是歼20，那这一架呢，这一架是歼16D，是电战机。它为什么把这3架摆在一起是有目的的，也就是我们讲到这2架通通都是逆中战机。逆中战机它原来形成的这一个雷达截面积就比较小了，那当它如果一旦被发现，因为雷达截面积再小还是会被雷达侦知的，只是雷达侦获的时间比较晚，一旦侦知的时候它有任何的反应，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歼16D 这一个伴随式的这一个电子干扰立刻实施。那这一个也就跟我在去年去的珠海航展看到的中国电科它的一个荧幕上所做的 CG 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到最前面的这边，这个也就是攻击11，那在这后面的也就是这个歼20的部分
可是我们讲到攻击11就攻击11，不止，而且还有攻击21。攻击21其实也就是舰载型的攻击11。我们可以在之前这一个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后面有根白白的，也就是黄框这边，它这一根是什么？这一根就是尾钩，就是挂这个阻拦索的部分。那像我们台湾国防部一天到晚讲说中国大陆还没有完成啊，已经完成了。为什么？我们看到去年5月8号在长兴岛的这个位置上面，他们已经开始进行训练。这个位置其实现在已经拆除了。好，我们最后请顺峰委员。高市早苗会是日本的一个祸害，那么他会一个政治暴发户啊，充分的展现出他不够成熟的心态来处理他的问题。你没上台或者你下台，怎么吹都没关系。就好像日本所有的政客在上台以前跟台湾是保持距离的，但下了台之后就很认真的往台湾跑，是一样的道理。那为什么我这样用这么重的字眼来说他？因为他的乱言不但会后日而且还会害台。那为什么他定位到这么样子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政客，一个暴发户？第一个，然后三牛人啊，讲三牛人不使讲一斤话啊。你明明只有3两的国家实力，你却去挑战一个比你现在强很多。很抱歉了，那不是80年前的中国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本身在国内的政坛的实力，你是摇摇欲坠的。你今天这个内阁真的是在风雨飘摇中，什么时候会下来不知道。我真的很担心他会不会像英国的首相那个大家都叫这个库拉斯，我都故意把他叫特斯拉的。为什么干了几天就走了，连名字你都讲不清楚的？那为什么？因为你的实力是不够的。再过来，你对历史的认知是有问题。不要忘了，中日跟中美不一样，中美之间的冲突没有太多的历史恩怨了。在中国的记忆里，中国的对美国的好印象还胜过恶印象啊。那只是现在因为利益的冲突，1与2的冲突才产生的对峙。但是利益的冲突是可以靠解决利益来解决的，可是中日之间的冲突是有历史记忆的。不要忘了那个中国人现在对日本的那像是压着呢，你千万不要把它煽起来，那煽起来那烧起来是很可怕的。你只要看看任何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新闻或者是影视所引起的回馈有多强啊，那个历史的记忆，中国人一生在这100多年来里面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抗战的时候大家所经历的苦痛啊，而且一代一代的传啊。像我们这一代里面，长辈是怎么说的？我的长辈告诉我，日本人是怎么欺负台湾人的。我想在座各位的长辈是告诉你，他当时当青年军是怎么样的辛苦的，要为国家去，然后多少的同学上了战场了，多少的人才回得来的。这种历史的记忆里，在中国人的心中是还没有解决。